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耕业园区，在这边呢有一栋房屋。以前刚建这个耕业园的时候啊，这边是准备把他们家征收的。房子呢，连同地基好像是出价到150万，但是呢，这户主人家觉得这个价格啊不合理，太少了。当时呢，别人都搬迁了，他们家呢就不同意，所以呢，房子就一直留在这边。现在整个耕业园区呢，基本上已经建好了，马路啊、房子啊都建得差不多，唯独只剩下他们一栋房子孤零零的在这边。现在呢，这栋房子啊，基本上也处于一个闲置的状态，他们一家呢都外出打工去了。这边啊，就是耕业园区的一条游步道，修得还挺好的，两边呢都种上了这样的小乔木，旁边就是主路了，是6车道，很宽很平整。整个工业园区这片啊有好几百亩地呢，很宽。然后这条路呢是通往紫霞湖的。我们都知道啊，湘西这边呢属于武陵山脉，难得有这么平整的土地，大部分呢都是山区。这边啊，距离县城将近有4公里，距离镇上有2.5公里，交通还是挺便利的。这栋房子啊，现在算是独门独院，以前它的旁边还有很多房子，家家户户呢都搬走了。刚建这个工业园的时候，是准备征收他们家的房子还有土地，补的价格呢是150万。这是一栋2层半的小洋楼，房子建的还挺不错，可能他们觉得这个价格呢不合理，所以呢不搬走。他们家整个院子都打上了围墙，将近有1亩多地左右，旁边呢都是工业园区的房子，现在呢也都是一些厂房还有办公的场所。他们家这边啊，距离主路啊将近有20米左右，门口呢是一块空地，这边呢也都不是他们家的土地了，现在也都是工业园区的了。以前啊，这边都是一些老宅基地，还有荒山，现在啊都修得挺好，马路呢也修得非常的宽，从这边可以走过去。在他们家的旁边，那边呢也是工业园区的房子，以后这边啊可能还会继续的扩建。其实我也是通过我的同学才知道这栋房子大概的一个情况。他们家呢和我同学是亲戚，通过我的视频也想就是说找到合适的人，如果有喜欢的可以转让出去。现在呢整个工业园已经规划的差不多了，所以房子呢基本上就不会再次的征收。整个院子啊围墙打得老高了，将近有3米多高呢。虽然是围得很好，但是呢把自己的一个门口视野也完全是挡住了。看门口这边呢长了很高的杂草，比人都还高呢。这边就是他们家的大门口了，用这样的一个木栏给它围起来了，而且是上了锁，我们现在也是无法进去的，只能透过这边啊大概看一下这栋房子的情况。房子的整体装修啊还是挺不错的，外墙呢贴的是白颜色的瓷砖，上面盖的是蓝颜色的琉璃瓦，上下2层结构。这栋房子啊据说是有7个房间，上下呢共有2个客厅，上面有个卫生间，底下呢有2个卫生间，还有个厨房。门口这边呢以前是一条路的，以前刚征地的时候啊，
这条路呢也是占用他们家的位置，但是后面呢他们不同意征收，所以呢这条路他们就完全给圈起来了，打上了围墙。在这边啊也都是高高的围墙，全部把自家的地全部圈起来了。现在房屋的旁边到处都是长满了杂草，然后呢整栋房子被工业园全部包围起来了。这边呢也都是属于工业园区的土地了。当然现在他们家开车还是可以进入院子，这一点还是比较好的。这边啊现在是堆满了沙子，后面呢就是厂房了。慢慢的他们家呢就会被这些厂房全部给包围了，算是孤零零的一栋房子了，和周边的厂房呢是显得格格不入。其实啊住在这边还是挺安静的，过往的车辆并不是很多，但是就不知道房子旁边的这些厂房开工了以后会不会很吵呢？最近的气温是越来越低了，我已经穿上了2件衣服。我发现啊每到这个季节，只要一下雨，我们湘西这边啊山里面就是这样子雾蒙蒙的。其实我是挺好奇的，这栋房子啊在17年刚刚建工业园的时候就准备和他们家把这栋房子征收了，但是呢主人家一直觉得呀这个价格不合理，所以呢一直是搁浅，一直都没有谈拢。如今呢看得出他可能是有点后悔了，孤零零的在这边1个半都没有，距离邻居啊少说都是1-2公里左右，可能心里面呢五味杂陈吧。那朋友们啊，如果是你的房子在17年的时候别人给你出价150万，你会选择给他卖掉吗？就是说给他让别人征收掉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那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啊还请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呢又带你们来山里面看一些闲置的房屋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呢是有个院子的，从这边是有座院门，都是用竹子搭建的，显得呢在农村里面还比较有意境。旁边呢种了很多绿植，这边有三角梅还有绣球花。这栋房子啊距离县城将近有10公里，距离镇上啊将近有2公里，交通是挺便利的。这边进村的道路啊将近是6米宽的水泥路面。进了之后啊，我才发现整个院子还是给人的感觉挺舒服的。院子里面呢都种满了花花草草。这边啊是用木板修了一条台阶小路，在两边呢种满了这些应该是满天星吧，这个时候啊正开着花，还挺好看的。今天的天气啊也比较好，但是来到这边啊还是感觉有点热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到院子了，来看一下，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中间呢是堂屋，两边是卧室，整个楼层的高度啊将近有4米左右，然后房子的开间呢是4.5米，进深呢将近是6米，上面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这样的青瓦片啊2-3年需要检修一次，要不然啊屋顶上的瓦片很容易坏掉，然后漏雨。在这栋房子的旁边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呢是一处砖结构的房屋，它的外面呢都是贴了砖的，但是呢它是给它用芦苇帘子这样子给它包裹在外面，可能
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吧。看这边也是有道房门可进入的，这边还是做了不锈钢门，和这栋房子呢整个院子我觉得显得是有点格格不入了。我个人啊还是比较喜欢木房子的。看一下这栋房子呢，基本上是农村比较保持原有的一个建筑风格。这边呢是土家族，和我们苗族的房屋呢是差不多的，都是木结构的，而且这边的窗户啊留的都没有多大。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些木板墙呢，时间久了显得是比较陈旧，颜色呢也比较深。这边的主人家呢是在门口的位置种了很多这样的盆景，整个这边呢基本上全部都种满了，包括这些门板之上它也挂上了这些小盆景。然后这边房门啊是大门紧闭。其实这样的房子啊住在里面，它可能对于外地的一些朋友来说它会显得比较过于陈旧。如果是过来直接想拎包入住的话，像这样的房子我觉得还是需要装修的，毕竟它里面的一些功能设施啊是不齐全的。以前呢农村里面大部分用的都是旱厕，现在城里面如果想过来居住的话，要把这个旱厕给盖掉，要不然的话是很难适应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这边呢还有一棵盆景，应该是杜鹃花之类的吧，长时间呢好像也没有打理，所以它的叶子呢长得并不好。然后这边呢是有一座户外的凉亭，我们来看一下这座户外的凉亭呢应该是用钢架结构搭建的，上面呢盖了一个仿稻草的一个屋顶，然后呢里面吊了一些装饰。整个凉亭呢大概宽有20来个平方左右，平时呢有些朋友啊来到这边聚餐喝茶聊天，可能这个凉亭呢用的就比较多了。然后这边呢是用水泥砖直接铺了，形成一个相当于类似的一个硬化地面。当然这边有桌子没有椅子。这边啊看得出荒废的时间也比较久了，整个地面呢全部都是一些落叶，也没人过来打扫。然后这边呢是一些竹子围成的一个篱笆院子，然后这边呢也是用竹子围的。其实整个户外的凉亭呢是可以看到整个江面的风景，还是挺不错的。在这边呢是有一棵柚子树，我们来看一下这棵柚子树呢现在是没有结果，然后这边大门口进入的位置是有棵大树的，形成了一道天然亮丽的风景。这栋房子啊唯一我觉得可能地理位置不太好的就是这座高架桥啊离得太近了，所以过往的车辆从上面经过的时候，轮胎摩擦的声音还是很可以轻易的听得见，显得呢是有点嘈杂了。这边啊三角梅长得还挺不错，这个时候啊都开了花。整个小院没有多大，大概占地面积呢将近有400来个平方左右，房屋的占地面积呢将近有200多，整个院子这边呢将近有70、80，然后加上凉亭还有进来的小道，有100-200左右，400多个平方吧。这样的小院在农村来说算是不错了，但是欠缺的可能这边少一块菜地，如果再有块菜地的话就完美了。那这套房子呢，我通过和邻居了解到是基本上是可以打扫卫生入住的，当然里面需要改造一些。然后呢透过窗户
我们也可以看到房屋的内部呢是摆放的有茶几，平时呢主人家回来可能和朋友在这边聚聚餐喝喝茶。然后这边的房间呢是没有清理出来的，堆放的是一些杂物。现在堂屋呢是大门紧闭，我们看不到堂屋的一个情况。看得出啊，这户主人家是比较讲究的人。看门前呢是种了很多这样的盆景，打理的还挺好。这些三角梅啊，还有这些菊花，有绣球花，这个时候啊，有的都已经开花了。看这边呢是从山里面直接捡过来的一些废弃的树桩，上面呢放了盆景，显得还是比较有意境的。这算是闹中取静的一栋房子，距离邻居家的房子还是挺近的。好在呢，旁边的房子也是一栋闲置的木房，已经没有住人了，10多年啊都是空着的。然后呢，整个村子大概有70、80户人家，大部分呢都已经搬上去了。靠近清水江边呢，这里只有3到4栋房子，因为这边呢马路修在上面，然后底下的这条马路呢基本上是没人走了。然后呢，和这栋房子的邻居我们了解到，这栋房子目前是处于一个半闲置的状态，主人家呢是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些院子的布置，然后呢平时也没在这边住，所以这栋房子呢是可以对外出租的。大概的情况呢就是这个样子。朋友们啊，对于这样的一个院子，你们觉得怎么样呢？这边啊距离城里还是挺近的，生活起居都是很方便。平时到镇上去买菜的话，大概骑个单车就可以了。那这期的视频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的还请大家记得点个订阅。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早早的我们就来到山里面了。这里呢有一条大河，河水是很干净的。进入这个村子啊，我才发现整个村子只有5户人家。目前呢有2栋房子搬出去住了，是闲置的，没人居住呢。这条河啊，据说水很深，将近啊有20多米，大概河面的宽度呢也有30-40米左右。整个村子里面的人呢往外地搬迁，剩的呢都是老人和孩子。这边距离县城啊将近有12公里左右，距离附近的乡镇集市呢有2.5公里，交通倒是挺便利的。我就在想啊，这么安静的一处小寨子，如果用来隐居养老，那可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那说了这么多，我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来走进这个小村子里面看一下。我现在是来到了河边，我们看一下对面呢有处高架桥，上面呢好像有座寺庙。平时这座高架桥过往的车辆还挺多的。刚刚问了一下本地的老乡，他们说啊，这是一条清水江，流入花园县城。对面呢也有一处寨子，住着将近20户人家，大部分建的都是小洋楼，房子都建得还挺不错的。当地老乡告诉我，对面的房子呢也有好几栋都是闲置了，没人住。刚刚在这边拍了会儿视频，很多鱼啊在这里游来游去的。平时在这里钓鱼应该是很不错的。整个村子虽然没有多大，但是旁边的土地倒是挺宽的。
就像这户人家靠近河边，独门独院，现在住着2位老人，养着好像是有4头还是5头牛吧。在他们家门前呢，就有一小块菜地，现在也没种菜，距离清水江边啊，也就7、8米左右。在这边呢，还有栋房子，房子的面前是一大片的竹林。待会儿呢，我们要从这边走上去，给大家看一下这栋房子。这是一栋闲置的房屋，目前是没人居住的。这边的老人啊，都挺长寿的，大部分都是80到90岁的年纪。别看他们年纪挺大，但实际上，身体挺好，平时还干农活呢。老人家你好啊！你在这打鱼啊？没有钓鱼，我在这边玩一下，看一下你们这边的风景挺好的。那个你在打好打鱼？没有钓鱼呢。这是你们家啊？啊，这是你们家的房子吗？哦，看老人家的，腿脚不算太好，再一个耳朵不是太好，和他交流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难度，而且上了年纪的老人啊，他不太听得懂普通话。他们家的门口啊是有一棵枇杷树的。你在砍这个竹子啊？砍这个竹子吗？不要了。没有了。不要了。那你们家这块地怎么不种呢？地马上那都去破。哦，冬天下雪会倒到院子里面。那竹子都没啥用，是吧？咱不用了。那你们这块地怎么不种呢？不种点菜啊？我说话他可能听不太懂。说话不懂啊。哎，对，是我说话听不懂。老人家是背有点点驼，据邻居说啊，他小孩子呢都到城里面去务工了，剩下2个老人在这边养牛。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这栋房子啊。房子的门前是一大片的竹林啊，将近有1亩地左右，非常靠近江边。从竹林上来呢，有座土坎，就可以进入这栋房子了。这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位老奶奶他们家的房子，也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中间是堂屋，两边是卧室。这里呢还有一处是厨房，门口啊有一口大缸，平时可能是蓄水吧。那这栋房子呢是一栋砖结构的房屋，整个院子啊长满了杂草，草比人还高呢。房屋的结构倒是挺不错的，3开间的砖房加上一个厢房，楼层高度啊将近有6米左右。房子的进深我们看一下，将近有8米，背后呢就是一条进村的道路，都是水泥路面，宽呢将近有6米左右。我的车是停在上方，从这边走下来的。这里是可以进去的，我看一下，好像这个门呢现在是用针子绳子锁上。其实啊，整个院吧倒是挺宽的，将近有120个平方左右呢。门前是长满了杂草，这边好像还有红薯藤啊，种的是红薯嘛。这以前可能是猪圈之类的，用砖封起来了。我们看一下这栋房子，基本上没有装修，它的内部呢墙面也没有粉刷，屋顶呢也是这样子简简单单，没有做吊顶，
感觉这栋房子好像建好了之后啊，就没人居住一样的。房屋的结构真的很好，重新装修一下，基本上是可以住人的。看，大家我们这边以前老式的电表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呢都是用了这样的新电表了。这栋房子啊，通水通电的，网络呢需要自己去接。这里面也是堆放了很多杂物，连一点家具都没有。从这外面看得出，这栋房子呢有一个客厅，这里是2个卧室，那边是2个卧室，4个卧室，加上这边的厨房，有一个大厨房，还是挺宽的。尤其是门前的这个院子，四四方方的，非常的齐整。这里过去啊就是江边了，底下是有一片竹林的，这片竹林啊好像也是他们家的。这算是闹中取静的一栋房子，距离邻居还是很近的。这边住着2位老人，这里呢也住着2位老人。现在整个村子呢，这3栋房子是更靠近江边，背后呢还有2栋房子，总共只有5栋房子吧。啊，这杂草真的很深。我们还是转个镜头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看房子的开间啊，将近有4.5米左右。这边的厨房啊，也都是砖结构，房屋盖的是本地的青瓦。这样的青瓦2、3年呢，还是需要检修一次的，要不然可能会漏雨。门口这些黄树藤啊，过一段时间也可以收了。那边还有棵橘子树，这一天以前肯定是养猪啊或者干嘛的，这地方还挺宽的。这栋房子已经差不多有8年左右没住人了，很可惜前面的竹林太高了，挡住了视线，要不然把这边拆掉了之后啊，可以很直观的看到整个清水江的江面。在农村，好多老百姓呢，他是不注重这个门前的视野和环境的。我走了很多房子，我发现了这一点。本来他们的房子都可以有个非常好的一个视野、一个环境，但是呢，往往在门前总是去种上很多大树啊、竹林啊，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是不是农村人对于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一个江面，他们已经看习惯了，没什么感觉了吧？其实整个湘西的景色是非常不错的。这边呢，以前陆路交通是非常闭塞，但是这边的大河大江还是挺多的。以前啊，我们这边所有的物资都是靠着江还有河这样子去转运出去，然后从外地呢贩卖回来一些盐巴、布匹啊、生活物资。所以沿河沿江两岸房子还比较多，甚至于有些我们走到一些比较古老的寨子啊，还有些地主大院呢。以前这处地方据说啊，陆路的交通是很闭塞，水路的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门前过往的船只呢是非常多的。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啊，整个小村子呢只有5户人家，可能还是因为这边以前啊交通不是太便利吧，大部分后面的居民建了房子都是往马路那边搬迁了。现在这栋房子背后的进村道路呢是前几年才刚刚修通的。我们还是走到这栋房子的背后去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就给它这样子关上，然后呢拍完视频我们再来给它绳子给绑上。
这是这位老奶奶养的鸡，都是散养的，养出来之后啊，肉质都挺好的。我们今天看的这栋房子呢，是背靠着大山啊，面朝着大江。看整栋房子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房屋的背后呢，也是杂草丛生，这边的排水沟啊需要清理出来。这背后是有座土坎，再过去啊就是进村的道路了。虽然这栋房子有8年左右没住人，但是屋顶上的瓦片我看了一下，倒是还挺不错的，应该是没有漏雨的现象。这旁边这栋啊也是盖的青瓦。这旁边的菜地啊倒是挺多的，平时是种点玉米，这边好像没有稻谷。这里就是进村的路了，都是水泥路面，挺好走的。我的车就停在这边。这里有2栋房子，也是没人居住了的。把门前的竹子砍掉了之后，对面的笔架山肯定是很漂亮的，你们觉得呢？这栋房子啊，距离邻居还是很近的。好在整个村子呢只有5户人家，想在这边居住养老的话，还是非常安静的。在农村里面呢，家家户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小院，有自己私密的空间。朋友们，你们不要担心啊，有人来打扰自己的生活。那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啊，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